这次邦尼要带来的是 Galaxy A40s 深度评测。不过除此之外，邦尼在这期节目中也会跟大家聊聊三星全新的 One UI， 并且跟大家分享许多使用上的小技巧。如果你正在考虑入手全新的 Galaxy 机种，或是已经入手的朋友，都不要错过喽！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一样从盒装看起，在盒装上采用推出式的设计。这次在配件部分随附了包括15瓦闪电快充组、3.5mm 耳机，质感相当不错的透明保护套。在保护套内侧一样布满了微小凸点，能够避免装上后产生彩虹波纹。而出厂时 Galaxy A40s 也已经贴好保护贴，可以看到今年的 Galaxy A 系列在出厂配件上都相当诚意。Galaxy A40s 一样是打开就能够直接使用。在外观设计上，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塑料镜面背盖。在整体的机身风格上，因为镜面的关系，会让手机显得更高亮一些，也会自然的在各种角度进行反射。既然是镜面设计，随手拿起来当镜子照一下也是可以的啦。手感上受益于一体成型的机身，在机身边缘的握持上会更圆润一些，整体手感还是相当不错。而在机身配置上，顶部只有麦克风，左侧则是有双 SIM 加最高512GB 的 microSD 扩充卡槽。在配置上一样都是给你不用选的3卡槽设计，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键以及电源按钮，底部从左到右分别是单喇叭、麦克风、Type-C 传输接口以及 3.5mm 耳机接口。整体来说 ，Galaxy A40s 在配件上一样是该给的都给了。机身配置上保留了 3.5mm 耳机接口，换上 Type-C 传输接口，在卡槽上则是3卡槽，给好给满，相当诚意。效能部分 ，Samsung Galaxy A40s 比较像是 Galaxy A30的小改款，一样是中阶入门配置，规格上搭载跟 A30 一样的自家 Exynos 7904，不过 RAM 更大。给上了6GB 的 RAM 以及64GB 的 ROM， 安兔兔跑分来到了107230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的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bonny.com 查看到所有测试数据。基本上 Galaxy A40s 在性能表现上跟 A30 表现一致，传说对决在标准画质下顺顺玩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比较大型的 3D 手游，就会建议往更高的机型选择了。而在续航上 ，A40s 搭载5000毫安时大电量电池，在 PCMark 80%到20%电力测试中达到14小时34分，1天1充绝对足够。轻度使用者2天1充也能达成。A40s 的5000毫安时大电量在电力续航上可以不用担心。通讯性能部分 ，Galaxy A40s 能够进行4G 双卡双待2CA， 并且支援 VoLTE。而在这一集节目中，邦尼也想花些时间来介绍一直没机会跟大家比较深度聊的 One UI。如果你手上的三星机种本身就搭载 One UI， 或是已经更新了 One UI， 不论是新功能或是旧功能，邦尼今天也会把许多 Galaxy 的使用技巧一起跟大家说，不妨也跟着邦尼一起看看吧。首先，在今年的 Galaxy 全系列手机中，出厂预设的软体版本都相当新。以 Galaxy A40s 为例，在出厂时就已经是 Android 9派加上 One UI 1.1 的版本。在稍早推出的几款上，系统也几乎提供了近期新机的全面升级。在后续维护上，三星还是比较用心。回到 One UI 上，首先可以看到，在整体的 UI 风格上都更为满版圆润，在自家的 APP icon 上也更加有系统整齐划一。不过，邦尼今天的重点其实不在设计，而是 One UI 随之带来的系统顺畅。在今年邦尼体验的机种当中，只要是中阶以上的机种， One UI 都可以说是同级中顺畅程度的前段班，不论是各种的页面滑动都相当顺畅跟手。除此之外 ，Galaxy A40s 也支援全萤幕手势，让显示空间变得更大、更干净。在使用上，除了传统的3大键之外，三星也提供了2种顺序排列，以及可关闭手势小横线的全萤幕手势。开启全萤幕手势后，只要由底部往上滑，就可以触发以往3大键的功能。而如果还是习惯使用3大键的使用者，邦尼也提供一个小技巧。就是按住主画面按键，同时左右滑动，就可以快速的切换 APP。在操作逻辑上也跟上了 Android 9派。整体来说 ，One UI 在所有选单中，几乎清一色都让设计更加适合单手操作。例如，设定选单中的搜寻 icon， 正好就在手摸得到的地方。
下拉的通知选单也变成了全页面操控的设计，支援第一次下滑后，在萤幕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再次下拉或往上收回。萤幕也可以设定成悬浮视窗，并自由调整键盘大小跟透明度，这些都让全萤幕手机更适合单手来使用。接下来帮你也提供更多 Samsung APP 的使用技巧给大家。一个 QR Code 快速分享联络人。首先是联络人，你一定有遇过要交换通讯方式，或是把电话号码给别人，却总是要沟通很久的时刻吧？这时候只要打开联络人，点击你想要提供给对方的联络人，接着点选左下角的 QR 码，就会自动跳出一个 QR Code。这时候只要对方拿出手机扫描，就可以快速新增联络人咯，是不是很方便呢？顺带一提，这个 QR Code 是不分厂牌都能使用，不过 LINE 内建的扫描器可是不行的哦。Samsung Health 运动记录好帮手。接着是 Samsung Health， 这是一款记录身体健康状况的 APP。除了可以搭配三星自家的行动穿戴之外，即使只要带着手机就可以记录行走步数。帮你觉得最棒的就是，如果有在记录饮食习惯的观众，可以点击 APP 中的食物栏位，选择摄取时间，接着就可以新增今天吃的食物了。最方便的是 Samsung Health 的食物资料库，针对连锁品牌跟原型食物的资料库相当完整。例如输入麦当劳，你就会看到各式餐点，新增后也可以直接看到卡路里、脂肪、碳水跟蛋白质。食物页面的最下面也有建议摄取量，如果有在做饮食控制的朋友，应该相当实用。夜间模式，黑的彻底。近期火热的夜间模式 One UI 早就有了，在支援度上更是相当完整。One UI 的夜间模式开启后，可以说是黑的相当彻底。不论是状态列、设定选单或是键盘，清一色都会变成深色配色。重点在于不是全部变黑，而是有各种不同的黑阶配色，即使开启还是能够区分状态范围。而在自家 APP 上，不论是电话、简讯、日历、时钟、设定、联络人、计算机、录音机、装置维护 Bixby Home，或是电子邮件、我的档案、媒体浏览器跟网络浏览器，几乎所有自家的 APP 都支援了。而在三星网络浏览器中，更会自动把网页中的白色部分转换成黑色，亮色也会变成深色，可以说在一体性上相当完整。讯息双开甚至三开。还有好用的讯息双开，只要在设定中开启 Dual Messenger， 就可以在手机中开启同一个 APP 多个不同的账号，2个 Facebook、2个 LINE 都能达成。不过 Dual Messenger 只支援通讯软体双开，一般的软体可是不行的哦。那如果你还是想双开怎么办？小技巧来咯，如果你有其他的 APP 双开，或是讯息3开3账号的需求，可以再透过安全资料夹新增一个 APP， 或是再安装一个 Facebook。这样你就可以在一只手机上进行任何 APP 的双开，或是通讯软体的三开了。萤幕录影，游戏工具来解套。One UI 目前是不支援独立的萤幕录影功能，不过还是有办法来解决。在开启游戏工具后，除了可以在游戏中开启浏览器、YouTube 等悬浮视窗，及时查看攻略或是锁屏挂机，更可以在游戏中及时进行萤幕录影。所以利用这点，只要将任何的应用程式加入到游戏启动器中，就可以在任何 APP 出现游戏工具。这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另外下载额外的 APP 进行萤幕录影啦。指纹加脸部2种辨识任你选。而在生物特征辨识上 ，Galaxy A40s 也同步支援了脸部辨识以及实体指纹辨识，在辨识成功率跟速度上也都还算不错。当然，在生物辨识上也有几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首先是脸部辨识，在预设模式下，当你点亮萤幕进行脸部辨识并成功辨识之后，可以看到在锁定页面上的锁头会打开，但是在效果上还是会停留在锁定画面，不会自动进入主画面。而在设定选单中，可以将保持锁定萤幕画面的选项关掉，这时候进行脸部辨识就会略过滑动锁定萤幕，直接进入到桌面咯。当然，生物辨识也可以应用在包括安全资料夹或是解锁三星浏览器中的无痕模式。在浏览器进入无痕模式的时候，除了可以设定密码之外，也可以透过指纹或是脸部解锁，在使用上除了更安全也更方便。那系统相关的小技巧，邦尼就先说到这里啦。我们接着说说 Galaxy A40s 的相机体验，也有很多小技巧要跟大家说哟。这次 Galaxy A40s 搭载的是3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500万画素景深辅助运算镜头、f1.9 1300万画素主镜头，以及最后一颗 f2.2 5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
在功能上一样支援19种场景智慧辨识，可以在相机界面的右下角开启场景辨识。当你在拍摄时，相机会自动辨识你现在拍摄的场景，并针对场景及时调整最好的拍摄参数，并且在右下角也会显示目前辨识的场景 icon， 帮你也提供几组场景辨识的样张供大家参考。除此之外，拥有景深辅助运算镜头的 A40S 也支援景深即时预览。在打开即时景深预览后，拍摄的物体只要在30公分到1公尺的距离内，就可以成功启用景深功能。成功启用景深的时候，在页面上也会出现效果已就绪的提示。在拍摄上，除了可以即时在页面上调整柔焦的幅度之外，当然也可以在拍摄完成后，在相簿内重新调整背景模糊的程度，帮你也提供几组实拍样张给大家参考。而在今年全新的 Galaxy A 系列上，三星几乎全面下放了123度超广角镜头。在功能下放这点，三星今年可说是做得非常足。123度超广角的优势是什么？帮你就不多说，直接看样张。除了场景辨识、景深预览跟超广角之外，帮你也要同步介绍几个好用的相机小技巧给大家。首先是自拍的好帮手，在开启自拍模式的时候，在 V 型的相机边缘会有一圈的启动效果动画，并且在自拍中也是支援景深即时预览。不过小技巧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小手族的救星，如果你是手不大，时常在自拍时按不到拍照键的使用者，这时候就可以按住拍照键，并轻轻的往上拉，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画面上直接多出一个拍照键，你想放哪里就放哪里，再也不用担心按不到拍照了。除了拉出拍照键之外，你可以透过手掌来启动自拍，只要伸出你的手比出5，就会自动的启动自拍倒数。而在 V 型的荧幕周围，则会出现倒数的时间轴，在操作上也相当直觉，帮你以下也提供一组自拍样张供大家参考咯。Galaxy A40S 在荧幕上搭载6.4寸、19.5:9 HD Plus 的 Super AMOLED V 极限全萤幕，没有用上 Full HD Plus 稍微可惜。不过以实际体验来说，细节表现虽然相对弱势，但三星家的萤幕在显色上还是相当不错。而在音效上 ，Galaxy A40S 采用单喇叭设计，在音量上还是够大，音质表现也达同级标准，并且在连接耳机时也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UHQA 超高音质。整体来说，在影音娱乐上还是足够日常使用。节目到了尾声，这期节目帮你除了提供 Galaxy A40S 的评测之外，帮你也整理了几个自己在日常使用中比较常使用的 One UI 操作小技巧给大家。当然还有更多的贴心小功能要等待大家去探索啦。整体来说，在全新的 One UI 上，除了设计更为一致之外，在系统的操作逻辑上也更为直觉统一。随之带来的当然就是 One UI 大大的在系统顺畅度上提升。帮你这次选择 Galaxy A40 来示范，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即使是中阶机款 One UI 在操作上也能明显感受到更顺畅。许多继承下来以及新增的小功能，更是让 One UI 增色不少。不论你是即将入手今年的 Galaxy A 系列新机的使用者，或是已经入手的观众，希望这期都能帮助你更加玩转你的 Galaxy。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A40S 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 Samsung Galaxy A40S 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好，再一次哦，最后做一次。好，